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赵应善，吴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就如我们在节目里面所说的，在第三阶段大战在即之势，那因为明天中选会那就会正式公告核定第一个要进入第三阶的，算一算大概会有20几席吧，可能会这样。就在所有大战风云密布的时候，还记得我们在节目一直讲吗？隔一个礼拜或隔一小阵子，就有一个国民党的地方党部被起诉，这些对国民党来讲，要怎么样去面对这场大战？要怎么样能够让他去翻页？所有这些好，那更何况有一些其他的事。好，我们大家慢慢来谈。但是现在看起来，来一算是今天轮到宜兰了，没错，对不对？算一算，这是第三个吗？第三个被起诉书被起诉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还有7个地方党部都还没有结果嘛，对不对？对。所以就每个礼拜或一阵子就一次，然后就看着到第三届以前就这样。好，今天宜兰一届起诉12个，也有求重刑，为什么？对，我要讲的是，今天宜兰的地检署发出新闻稿，总共有12名的党工跟正副领衔人哦，6人不起诉，6人被求予所谓的重刑轻刑，那最后在法官来判，他们有认定是要求怎样的一个刑度哦，包含不起诉的部分也没有像过去一样啊，说要受法治教育或者是罚钱的部分，这部分也没有写清楚啦哈。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这个案例呢，非常清楚，它其实跟台南非常类似，尤其在犯罪动机的部分哦。大家看一下犯罪动机的部分，都是在所谓的114年，就2025年1月22日前的某日，接获到国民党中央下令啊。宜兰、台南为什么都是接获国民党中央下令？他们犯罪动机都是说中央党部来下令，因为他们没有钟小平嘛，不能把犯罪动机推给钟小平嘛，也不能把犯罪动机推给黄旅，说黄旅曾经提出以霸制霸嘛，所以犯罪动机就是国民党中央下令，这个部分至少在政治责任的部分，国民党中央都跑不掉了，就是你们下令要在10天内取得的相关的名册，而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习惯，如果拿10天内签不出来的时候，就是用抄的嘛。所以这些党工哦，就负责这个请了志工来抄写。第二个部分哦，但是要肯定这个党工啊，这个党工比这个过去啊，这个于林杰总干事跟陈什么峰的这个陈坚峰啊，这个书记官啊，书记长这2个人。至少比赖以任跟李孝亮认真啊！为什么？赖以任、李孝亮负责监督的，结果到旁边抽烟也没有监督好，人家非常扎实的监督啊！国民党应该颁给他们功在党国。为什么？他们党员名册抄不是全部一排一起抄，他们是每格啊要跳号啊，挑出不连续的3到5人，因为连续名册就有可能是同一个家人嘛。如果同一个家人的你笔迹一致，马上就被抓出来嘛。所以用跳号的方式，我在抄写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被认定叫做伪造人书嘛。所以有技巧的，而且有技巧是用不同颜色的圆珠笔，将党员名字啊、出生年月日、国民身份证号码这些要用不同颜色，因为我签的联署书跟你签的联署书怎么会同一支笔？所以不同一支笔，所以要用不同的圆珠笔哦，严格监督大家要这样的抄写。所以啊，他们这样的抄写比较麻烦，所以他是创下目前3个案子起诉书里面目前时薪最高的啊。我们就知道台南叫2块3块嘛，然后那台北只有眼药水嘛，他们的时薪最高，总共时薪是100至150元。我要帮这些党工讲话了，这些志工讲话了。低于基本薪资啊！台湾现在基本薪资时薪是190块，所以我说真的，这些也是半志工性质啦。所以虽然他们拿到最高的每份抄写付1000块到1500块之报酬，比新北市、比台南市、比台北市只有点眼药水的都还好，但是他们还是很可怜啊。所以检察官也说他们很可怜，所以我们不起诉处分，他们只是负责抄写，甚至没有罚1万到3万块的这个罚款跟所谓的法治教育都没有写在这个起诉书的新闻稿里面。所以这些人，国民党要不要
帮他们说话。你们弄党工去抄写的时候，只付不到所谓的基本薪资的薪资哦，这些问题都会凸显到未来在第三阶段，这些党工、这些支持者、这些志工会不会帮你们国民党动员啊？心都凉了一半了，眼药水眼到眼泪都快滴出来了。这些人在第三阶段面临第三阶段罢免的时候，国民党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都直指你国民党中央指示地方的党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国民党今天为止，朱立伦还不认错，还说他不赞成抄写名册。他不认错哦，他说我不赞成，我不赞成，所以就是他们做的吗？就是把责任推给这些地方党部的党工吗？这是国民党中央必须面对的问题啊。另外，这个所谓的起诉书的新闻稿还是有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罢免的提案的联署书，它不是一般的私文书啊，也不是一般的公文书，它是以少数人之犯法行为凌驾原选举区选举人之真实意志，危害国会立法委员身份的安定性，对于国家社会造成之动荡影响难以估计。所以为什么他把这3个副职人，包含主委跟总干事跟书记长予以求予重刑，而其他人用轻轻放过的方式？因为即使是中央党部下令了，你们没有去跟朱立伦讲，万万不可。所以你们必须扛出这些责任嘛。而国民党中央到目前为止还在用所谓的罢团也有啊，罢团也有同样的状况。我要跟朱立伦讲，难怪你们国民党真的没有真实去联署过，真实的联署，他们现在都举第2阶段跟第1阶段有所谓的重复 overlap 的部分。朱立伦昨天没有明讲。可是他讲的那个1万份什么什么，感觉上是在影射新竹那个地方这2天出现的。我要讲各地都是一样的，因为所以第1阶段提出1%的候选人的联署书嘛，1%就等于是10%，所以他们为什么他们在催这个联署的时候都要130%，因为本来就要把这1%等于是10%先扣除掉。因为他们没有宣传说你第1阶段联署的时候，第2阶段不能签，很难辨识到底谁有签过第1阶段，所以干脆全部来签一签。本来就等待给所谓的地方选委会去剔除的这部分不叫做伪造文书啊，这部分只是无效联署。而无效联署，我让它还有什么？还有格式啊，别忘记了花莲那个格式的0.3公分的错误，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有错误的联署书流入的罢团里面嘛？这也是另外一种可能。第3种可能就是南投的案例嘛，南投的案例，你签名没有写正楷，就说是你错误联署嘛。但是错误联署跟伪造文书是不同的样态，伪造文书你必须去证明他不是本人签的，而国民党提出这些所谓的罢团有相关的所谓的无效联署，不代表他不是本人来签的，而是本人来签，可能签的错误这部分被所谓的地方选委会来删除，而朱立伦提出这些所谓相关罢团的错误，他只是为了以送纸棒，以别人也有，所以我也可以有的这样的样态。但是我要跟朱立伦讲，你们的伪造率在台北市党部叫做95%，人家罢团的合格率叫做95%，也就是说你用人家5%的错误去指人家伪造文书，这个东西叫做欧龙谁的，这个东西叫做乌龙指控。那个伟航可不可以问一下，刚才你会要简单回答？刚才易善在讲那个拿笔啊，什么要不同颜色笔，然后隔几个抄，你一直在笑，你在笑什么？这当然了哈，这个我相信有很多中华民国哈曾经服役过的成年男子哈，应该都曾经碰过有一种非常紧急事，叫督导来了哈。督导来了，很多表格没有做，没有填，平常没有填怎么办？当时在军队，很多人就说来，这个识字的哈。什么识字的？会写字的，大家拿自己的笔，还不能是同一个时期，因为新兵跟新训的可能是同样的笔，要拿不同的笔，赶快来每一格填，帮忙填。你填这一格，他填下一格，看起来才像是时间不同、人不同去填具的资料。好，这个是应付督导了，当然要强调哈，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显然我们在国民党这边看到就是。这一次宜兰的地检署他所提出来的这一份，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这边的伪造，他已经不是说这样就伪造的比较好，而是他已经厘清到这种程度，我抓到你们有叫不同人拿不同的笔去写，不管是来自于实际操作者自己的自白，或者他真的去比对这个字迹。
这个调查是非常详尽的， OK 意思就是说，地检署把这个放出来，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跟我凹说什么这个是什么认知上面的错误啦，或者是刻意司法迫害，很抱歉，证据我们已经厘清到哪一份是谁写，他们的这个抄写的顺序是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掌握，所以这个赖无可赖。这一件事情哈，讲白了就是倒了啦。确实有抄，即使你的分数没那么多，但是呢，这一天分拿掉，实际上你分数也不够去过一阶段，所以确实已经造成一个损害。那根据前面的，包括台南的、台北的经验，我现在宜兰在出这一份的时候，他们已经考虑到啊，你台北的部分，人家还是会讲说啊，你没办法去确认啊，不会有什么真实的伤害啊，没有损害公共利益。他们在这一次的起诉中已经考虑到这么多的内容，所以我相信啊，大家也都在传哦，接下来还有大概2-3区也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就会起诉。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随着外界质疑，我现在检方会放到起诉书，特别是新闻稿里面的东西，应该会越来越齐备。OK， 现在看起来的话，小雨，我们就讲，你如果把这个时间这样算一下的话，5月8号是台南，大家看到起诉书嘛，对不对？所以才会有什么2块3块啊，被大家一直讲到现在。接下来是6月16，那礼拜一，再来是今天6月19，礼拜4。我讲还有7个，因为总共有10个地方党部被查，还有7个党部，可以预估，因为这时间看起来，因为已经侦办一段时间了嘛，可以预估大概未来大概隔一阵子、隔一小阵子，大概就是这样。对，所以明天中选会就要和那大概啦，现在估可能会有20几区，可能会要进入到3阶，所以国民党就要坐着等一段时间，隔几天，当大家在厮杀的那种血流成河了之后，还要先顾着什么？又一个地方起诉书出来，然后今天看到的是什么一个人100多块钱，然后一个人就每天就要负责弄这些吗？去厘清这些东西吗？这战场永远翻不过去了吗？其实坦白讲哦，就是大家要的是国民党的一个道歉嘛，哈。那你看今天这个有记者啊，就是在这个国民党的群组里面哈，就直接讲说，哎呀，不好意思啦哈，这个刚刚宜兰地检才公布啊哈，违反各自，那国民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哈？会不会有回应啊？还谢谢这样。那国民党呢就给你贴啊，就完全地沟倒菜兜，就给你贴说啊，这个什么陈其迈的光电啊哈，然后还做了精美的图哦。那所以对我问你 A， 那你答我 B。哦，我要问你要不要道歉，然后你就贴了一个骂民进党的事情，这个就很明显就看起来是国民党的态度。我认为啦，就是说，未来可能什么还有台中啦、屏东啦这些的，大概都一样啦，大概都一样，就是他就是坚持不会道歉嘛，就是不道歉。可是我稍微补充一下啦哈，就是说，针对宜兰这件事情哈，刚刚一山哥讲很多，可是其中有一个点是说，事实上检察官在起诉书里面有讲到，事实上他们有这个提议人呐，事实上就是说你根据这个霸团他们自己去收集有3100份哦，那只是3100份，它没有到达这个门槛3653，大概还差500多份。根据这个霸团他们自己去收集有3100份哦，那只是3100份，它没有到达这个门槛3653，大概还差500多份。好，那说实在的，你才差500多份如果按照起诉书说的哈，因为他没有去细究，当然有人会考谁说啦，也许那个霸团的那个3100份哈，就是要霸陈俊宇的那3100份，搞不好也都是抄的。可是至少起诉书没有说那3100份是假的。那起诉书里面是写这一段，观众朋友大家不会对，起诉是说他们伪造了4000多份，可是行使了1000多份，意思是什么？我伪造了4000多份，可是我只拿出去了1多份，因为你刚刚讲，他有3000份是真的自己去募的，3100真的是自己连的。对，如果照这个来看，所以我也不知道，对，那做了这么多，到最后拿出了那一些，反正不管怎么讲啦，都在这里，你有一份也是伪造的，就是这个样子。确实，对，但他确实是有。中间伪造跟行使是不一样的。我再把我的质疑拿出来，就是说你已经凑到了3100，你已经有3100份是你去辛苦的辛苦的联署哦，辛苦的联署，你只差500份就过门槛哦。结果你为什么不？因为他其实是2月3号，党中央叫他们2月3号要交。那事实上，这个霸团他们是什么时候交？他们是2月19号，他们就赶在那个新法通过之前的前一天 deadline 前交的。所以陈俊宇他是落在最后一天嘛，24号嘛，24号才会公布嘛，因为他是最后交的。我要问你，2月3号到2月19号，你还有2个多礼拜时间呢，其实差不多，你只有500份呢，只差500份。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联署呢？你有连3100耶？
对啊，那为什么大家就他们国民党就吸反射说，好，那我差500份，我就从我那个反正都已经抄了嘛，那不用白不用，所以我就拿那个抄的哦，就直接就拿了1000多份出来，就把它倒上去，然后就直接送件。这我觉得是最匪夷所思那但是你会不会影响到说你其他党部，像今天又有传出来说这个戴习清这个台北市的代理党部主委就有倦勤这件事情那我有淑慧在那边因为我知道他那天是党团会议啊，习清哥在这个他是在党团会议里面跟这些这个议员讲，听说里面有10几个议员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说，戴习清讲完之后，还有跟这些议员讲说，你们都不要讲出去结果不要讲出去，这个就写出来了，所以这种不可能的啦，你们不要讲出去，我怎么大家都知道这样？那其实就我了解啦，其实他这个也不算是倦勤，因为我们刚刚跟淑慧有在聊，其实这也不是倦勤，是他本来就不想做。因为当时黄旅主委他那个其实他不只是年事已高，其实他身体不好，他之前还有小中风。他那时候其实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其实就想把棒子交出去，而且他第一人选就是戴习清。那戴习清当时就跟他讲说他不要接，所以不要接，所以黄旅锦如就只好一直撑下去。那其实就我了解是说，为什么他不要接？其实最主要就是钱。其实就是粮草，因为今天那一篇还写的蛮，我不知道。其实黄旅过程当中，其实黄旅对台北市在那个整个党部运作过程当中，他是出钱出力的。当然所以他不会有这个，所以他才有妈祖婆之称对啊。那他说什么菜鸟议长啦，什么财力没有别的议会雄厚，因为他是第一届啦，他当然是这个菜鸟议长。可是说他确实他财力也不雄厚，因为习清哥以前是我的长官对他也是媒体出身对，他也是记者，就是说他不像什么邱义胜或是像其他的议会，大概其他的党部都是由议长来接，因为大家都是地方实力很雄厚。那习清哥确实我知道他财力没有那么雄厚所以你要说像黄旅锦如这个也出那也出，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就是这个我有去问嘛就是说你知道王宏威他在那个立委补选的前一个晚上他也去找那个荣兴花园那个场地，那荣兴花园的场地就我了解说，那一场至少选前之夜，因为要1-2千人嘛，那一场办下来大概也要50万到100万不等那个时候也是那个朱立伦拍胸脯保证说，喂，我会出啦就跟这次的这个律师费一样，我会出就到最后没有出。他到最后党部没有拿到，还是黄旅锦如自掏腰包去出的。对，那所以你说从这一次律师费，我跟你讲，黄旅锦如4个律师到目前为止那个朱立伦没有出半毛钱。没有半毛钱，所以大家都卡在钱上面。你不要说钱不重要，钱很重要。我讲今天最新的那个例子就好。你知道赵少康他们不是21号要办在荣兴花园吗？对，你知道他办几点吗？他办在4点钟现在办4点很热对，那当然他今天有出来讲他是为什么要办到下午4点？为什么？因为2点太热打开东北调支持者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说办在6点6点你要办到晚上就要开灯，所以他们为了要连开灯的钱都算进去对，这是赵少康今天自己讲的。他说呢，因为如果你办在6点的话，你会要一路到晚上，那你就变成要有这个灯光灯光费你可能还要这个什么还要，他就说为了要省那个电费，所以他们就办到4点，然后6点就结束，刚好赶在太阳下山前就让它结束。OK， 对，所以我觉得说就是电费。国民党没有，这个是现在已经因为要架灯光嘛，灯光音响那个设施贵啦，不是电费贵，因为它一定是用那个移动式的，都一样嘛。就意思说还要再多找那个厂商来弄设备啦，什么，包括灯光啦什么这些，对，灯光电费什么的啦。所以你说钱到底重要吗？是钱是真的蛮重要。那可能现在国民党的处境对这些，那我最后要讲是说了我觉得现在如果戴习清就是有传出说他这个就不想做了嘛国民党一定会非常紧张，因为2件事情嘛。第一个，那谁要来接？那当淑慧可以补充了。就我了解是说，大家也都不喜欢张延廷啦，就是听到张延廷不是曾经做过短2个小时的这个代理主委嘛，还什么运筹帷幄什么，后来党主席不要让他做嘛，所以大家也很担心张延廷，因为张延廷没有组织，没有人脉给他做的话，可能会歪钩起穿。那其实张延廷还不是最可怕的，其实大家最怕的是钟小平。我们的一级爆破是大家担心他来做的时候，整个党部就嘣这样。那但是钟小平他其实有点放话，就说现在的副议长是有在支持他的。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出来的话，可能会对国民党知识体大。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三军未发，粮草先行。国民党接下来要面临到的就是所有的大战。当然，每一个立委因为罢免又不可以募款，所以每一个立委变成你自己要各显神通。但如果刚刚讲说光一个
当然也许不单是电费，可是就算那些设备，打仗总是需要大家聚集，然后包括这些说明会啦，或者说这些活动。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现在第一个已经拮据到这样子嘛。第二个，你看到从黄旅被拘押，然后包括今天宜兰这个。里面都提到了，就是包括下面几位，不管叫总干事啊，叫什么什么，像台北市啊，台北市像什么朱文清啊，什么姚富，想那什么刻意要维护什么黄旅，像这个也是有直接讲说，林明昌有推诿卸责，然后其他这2个人呢，虽然坦诚犯行，但是对林涉案部分极力拥护，他一直就是在维护这一块。那这些对你们来讲的话，那包括黄旅被拘押，包括看到这接下来。大概隔几天就会有一个党部，因为你算时间已经侦办一阵了。对国民党来说，要怎么样面对这些前面战场已经艰辛了，然后接下来还要3不5时来一个案子？我先讲这个钱的事情啊。荣兴花园的这一场，据我了解啦，认知它不是党部办的，是赵少康先生来嘛。对，那所以他当然就是在财务方面，他会比较能省则省嘛，哈，因为是他自己愿意这样站出来，哈，去抠大家来，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确实是那一天我们在党团会议的时候，这个习清哥是有说，希望啊大家可以提早把我们今年应该要缴的职务捐，哈，6月就先缴10万嘛。对，但是其实这个是合理的要求，因为。反正6月缴、跟9月缴、跟10月缴，我不是都要缴吗？那有人说啊，那你这个有人可能有人 complain 说，可是我缴职务捐是为了地方党部，不是为了大罢免，为什么议员捐钱给立委？但是我就说了嘛，当你缴税了，你不可以去问中央国家说，你把我的税拿去，为什么做这根电线杆，不做这根电线杆？那就是我该缴的钱嘛，所以其实所以确实有人在碎碎念。因为媒体上报道是有，现场没有，是不是之后有人去找习清哥碎碎念？我不知道，但现场没有哦。那至于说习清哥有没有倦勤这件事情哈，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临危受命，所以他接的当天在发布这新闻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外讲了，我答应朱主席只有2个月啊。为什么2个月？就是算这个积压期嘛啊。那他心里面主要有一个，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是议长哈，就像我们。立法院的院长要维持议事中立、政治中立，不再参与党职是一样的。你可以参与党的政治活动，可是你兼一个党职啊，在议会的中立性是会被质疑的，所以他一直也有这样的压力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他自己身为议员跟议长啊，他其实他的公务或地方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啊，所以他从头到尾，从以前到现在，他从来都没有去争取过这个地方党部主委的这个工作，因为台北市的议长又特别忙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没有什么后来的倦勤，而是一开始。他就已经是先讲好，跟朱主席公啊背，我都是能够OK 哈，那现在大家在担心说，那接下来要地方党部接下来打仗啊？我觉得有2个方法啦哈，当然就是可能党中央就是派一个人，从党中央派一个人下来，这是一个嘛哈。然后大罢免结束以后就直选，因为过去台北市地方党部其实是。有直选的黄旅跟钟小平的恩怨就是从选主委开始啊。如果中央派不出人，那就只能直选啊，不然怎么办呢？哈，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党部爆出这个所谓虚伪联署这件事，其实我看了以后也五味杂陈哈。我们一开始都非常相信就党工嘛哈。那坦白说，如果真的党中央有下令说限期完成然后他们不得不做这件事的话，我觉得主发会主委应该要出来先讲清楚有没有这件事情。主委有没有看到主发会主委徐宇珍前2天有上媒体？可是我觉得他直接出来就跟你打，党中央不可能叫他们抄啊。可是问题是，他也许真的没叫，我只叫你限期给我，我没叫你抄啊。那不行啊，你这个军令压下去了，下面有时候就提头来见了嘛我就一直说，其实我们跟各地方党部上面的统筹兵马大元帅，国民党的兵马大元帅就是主发会主委。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就一直呼吁徐宇珍主委，第一个你要赶快下地方党部去了解状况。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了解状况是怎么样，你才能做危机应变嘛。第二，你要安定人心，你要去慰问那一些正在被告被起诉的嘛可是可能徐宇珍立委他
立法院的事情比较忙，我不晓得哈。所以我们的地方党部有很多党工觉得自己心里面是很不安稳，觉得自己被放生，甚至没事的。其他的地方党部都有一种不如归去的感觉啊，这个兔死狐悲嘛，会有这种人心浮动的心态，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我们其实也有跟小武哥一样的纳闷，就是台北市跟宜兰他们的党工就是主管都已经说了跟主委没关，那为什么检察官非得要认为说你说跟主委无关是在包庇他，我就认为就跟这个主委有关呢？我觉得很奇怪，现在这个社会没有谁帮谁扛罪啦，尤其是非亲非故的大家都只是公事上的伙伴而已。这个台北市的姚富文跟楚文清也认罪了，而且他们坦诚说，我们是自己商量，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两个自己没有去跟主委或其他人请示过然后可是检察官也不认同啊，那为什么检察官非得要认为是黄旅基于跟钟小平的夙愿，所以下令做这件事？这个我也不知道。那宜兰今天也出现这个状况，就是书记长跟总干事他们也认了，可是他们也说跟主委无关，而且宜兰的主委他们。我知道换人比较频繁，所以不存在说我们长期20-30年的好兄弟的感情，所以我帮你担起来了。你要担，你也要情有可原吧，才会去帮一个人认罪。对，所以我觉得检察官是不是有一点预设立场这件事情，我也十分纳闷，就是非得要咬出你们要听的那个人。这件事才可以吗？要我的话，车手都已经告诉我首脑是谁了，我一定先把首脑一起查一查，一并起诉嘛。可是为什么要用这种2阶段的呢？然后还把它写在起诉书上，告诉大家说，我跟你讲，他们已经供出来是谁了。这个显然不合理嘛，我一定先把首脑一起查一查，一并起诉嘛。可是为什么要用这种2阶段的呢？然后还把它写在起诉书上，告诉大家说，我跟你讲，他们已经供出来是谁了。这个显然不合理嘛，我是这样觉得啦。那刚刚讲到说，国民党会一直去质疑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该怎么面对接下来？因为3不5时就会有一个地方。然后那起诉书出来，而且每一个起诉书来里面的爆点都不一样。像刚易赛念的这一份里头，就跟你讲，他还用不同的笔，然后还要跳着格子，你知道每一个都会被他那个考谁，只要那个考谁，然后所有这些出来的时候，对国民党就是一次的伤害啊。是啊，所以我们只能去跟选民就是诉求，就是如果有做这些事，这些人已经在承受司法的这个检验了嘛，那做这些事的人跟现在被罢免的蓝委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呢，我们要罢免这一个立法委员或这个民意代表，我们看的是他做的好不好嘛，他的选民服务，他的问政表现是怎么样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能去尽量去说清楚，一码归一码那。有做错事的人就去面临司法的检验，我们希望司法是公平正义的。那没有做错事的立委，我们要监督他的是他的问政表现是什么。对，OK。陆胖有没有听到？我们先从刚才淑慧后面那一段，就是这些司法，平常讲，我不管你是抄了1份的，抄了1000份的，抄了刚刚讲明明4000份，差500份，因为抄就是不对。那在办案的过程，那淑慧讲说，那该面临到那司法侦办的，就去面临司法侦办。可是他们接下来要怎么诉求？只能诉求就是这些，好像台北这5个委员又没有下去抄，也不是他们跟党部这些，所以要不要把它给分开看？选民不该把党工造成的这些算在他们头上。这接下来他们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答辩的方式帮所有的立委答？这你觉得呢？另外，民进党这2天有很多的，包括不管从委员到党部，都直指朱立伦。你还不出来道个歉吗？针对所有这些事情，从台南起诉书看到现在，但当然你到现在也不会看到这些。昨天本来看到朱立伦出来讲说，他们非常反对有任何的错伪抄假，所有那些本来以为他是要针对下面讲，没想到下面就是他们也掌握了罢团有1万多份，是不是？那显然就不是要针对现在看到的这些案子的东西。所以那你们叫他道歉，简直缘木求鱼了。
我觉得先讲朱立伦昨天在中常会后的这个，因为大家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哦，他好像要道歉了，但是他就讲了一个说，我坚定的反对错伪抄假，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连国小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不可以作弊哦，不可以去抄哦，不，然后你写评量也不可以去抄后面的答案，这小朋友都知道，这叫做一个口号。但是他的后面少了，我们是常常在那个网络上写字，就是括号后面有个括号，他没讲的，他是坚定反对别人错伪抄假，但对自己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道歉，或者是到现在网络上，当然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还要硬凹呢？其实已经这么多，在这些包含起诉的内容有这些志工，他已经承认说他就是用抄的。好，那朱立伦还讲说我们尊重司法。对，他在尊重司法，然后但是又讲说司法迫害，可是我会觉得你尊重司法，可是你们还是去冲北检，你在北检抗议，然后现在大家就会反过来去看你们那一天台北的这个起诉里面就讲了这么多，通篇一大堆，很多的证人，很多的证据，结果大家回头去看那一天朱立伦你带队去到北检，大家会觉得这是一场笑话，这是一场闹剧，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等一下，冲北检那是417，对不对？就是黄旅那天要升押庭嘛，对不对？所谓417那天有没有去北检？有。你现在看完这些起诉书，你会后悔那天去不会冲吗？因为我们还是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哈，黄旅在这一个案子上的角色，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疑点在这里。OK， 来。所以我觉得应该说，黄旅他身为这个市党部的主委，那他就是组织市党部最大的那个嘛。那可是大家看到的其实是说，针对整个台北市党部，去抄联署名册的这件事情，那你国民党是带队去冲北检，那就像大家说赖以任你出来之后贴了一个饶从的案，但是殊不知，其实你就是那个指挥者，你明明从头到尾都知道，那你说嘴巴上很尊重司法。但是你却去冲北检，这叫尊重司法吗？我觉得犯罪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法律的责任。那如果你讲说这个叫做小案大办的话，其实你去看啊，所有的包含说这个伤害罪啊、窃盗罪、诈欺罪、背信罪，大部分都是5年以下，其实都差不多。那你说这个都叫做小案大办吗？我觉得犯罪就是一样，大家就针对这个是非对错。去接受法律的制裁，而不是说今天遇到绿的办绿的，尊重司法，司法就是要这样子。遇到办蓝的，怎么可以这样司法迫害，然后政治迫害，或者是说司法成为政治的一个打手？可是你却看到国民党到底谁是政治的打手？国民党立委公然的是拿个案在立法院做一个质询，对，然后公然的去冲北检，去迫害司法。那这对大家来讲，就是朱立伦你。昨天礼拜3讲了这些话，只是会让大家觉得说，你国民党完全没有反省，这么多的这个证据在这，毫不反省，那你凭什么说这些话？那一个泱泱大党搞到现在，民众都会觉得说，你不认错，那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你想要补什么？我补充一下，国民党朱立伦要你负的叫做政治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但是他们现在把法律责任放得比政治责任更高，因为他们怕说，如果是我指示他们用抄了，我有法律责任。但是我们绝对，我也相信朱立伦不会去叫别人用抄的。但是你有没有下军令状，说整个党中央要以罢制罢，从2月开始要交出那个相当的份数？而你交出相当的份数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反对错伪抄假，你为什么在送件的当时说你们有没有错伪抄假？如果你没有做出这样一个检查，那你的党主席应该要负这个相当的政治责任啊。第二个，包含主委的部分，常常会说我名册给你啊，我又没有叫你们抄。那难道最后要被判刑起诉的是这些抄的志工吗？不是吧？名册交给你们，到底是谁叫这些志工抄的？下面的党工嘛。这些党工，难道你们这些主委不知道？台北市党部更夸张但是黄旅直接开会连犯罪动机都是黄旅的犯罪动机是党工的犯罪动机吗？党工跟钟小平有仇吗？不是嘛，一定黄旅在某一个场合有讲出这样的话，所以有相关的证词黄旅有这个犯罪动机嘛。而犯罪动机，黄旅也可以说我没有叫他们抄啊，我叫名单给你们，叫你们去拜访啊。重点是
抄的地点都在台北市党部。这些人送件的时候，你黄旅有没有说我反对错伪抄假？你还是让他们去送啊？不是吗？难道这个过程让他们送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名单都是抄来的吗？所以到今天为止，他就说啊，检察官为什么一定要问到黄旅？问到黄旅有没有罪？最后也会在法庭上面用所有的这个程序来做无罪，他也可以做无罪抗辩嘛。但是在政治责任部分，难道要这些100块、150块的这些党工志工去负这些政治责任吗？姚明，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能耳朵都快生茧了，因为这几个礼拜。从在侦办这案子，我大概每一次都会问一次这个问题：国民党要怎么翻页？因为不要再重复前面问过了，因为接下来你大概可以预估得到后续的几个案子，大概那个时程啊，跟所有这些。那刚才若芳议员有提到一件事，对于包括中间或是浅蓝的一些的民众，会不会因为这个案子会影响他的热情？接下来3阶。国民党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投票率想尽办法往上拉。那这些案子如果在中间交杂着这个样子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他们到底该怎么办？你自己判断，包括黄旅续押啦，或所有这些，对于蓝营的支持者是会产生因为赵少康在讲说，搞不好很多事情是物极必反的。你再压到最后，搞不好群情激愤，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你自己评估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对于那种会物极必反的人，他都会去投票。他就一定会去投，他本来就会投。OK， 他不管你今天压不压黄旅，他都会投，因为他就是所谓的像赵少康先生这种战斗蓝啊，他们本来就是蓝军的基本盘，而且是铁蓝。可是呢，对于那种比如说他假设他投给蒋万安，但是呢，他也可能会投给，比如说2018，他可能是会投给丁守中，可是呢，他不一定会去支持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那种选民。他们可能就会犹豫了，因为我觉得，现阶段国民党忘了一件事情，民进党他们应该要跟民进党学，什么叫做跟民进党学？民进党在黑道入党事件的时候，蔡英文出来道歉，就是说这是一种示范的模式，就是这是态度，这是负面的，而且是证实的，这是负面的，我要代表这个政党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即便。那个黑道也不是蔡英文带进来的，那不是蔡英文自己把他推荐进来的。好，有人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嘛？那我把它做一个 ending， 然后呢讲说要怎么改变。好，说什么以后要什么用电脑来筛选啊，要去查他们前科等等的。好，这是一种样态。那另外一种样态就是像赖清德，卡卡，卡卡，你们这些搞的这些什么黑金的，道歉。这是另外一种打孩子给别人看，给选民看。没错，2个。都是民进党的党主席的风格，但是都可以让他的支持者知道你有要改变的决心。好，现在国民党为什么会长期在野？你都在，我说穿了，这个叫做和稀泥啊。混过去了，混过去了，就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坚持到底。你如果你要走那个司法迫害的，那你还跑去跟。赖清德在那边那个黄健庭3通电话回电，哎呀，这个我们要谈什么？你一开始就应该说你搞我们主委，我还跟你见面啊，你哪需要你跟那个黄国昌还要等黄国昌宣布你才去？你上礼拜5第一时间就出来，黄女主委不放，我们不见面，不是吗？就你要玩这一招，你就要演到底，你怎么会还在那边？我们秘书长好像很积极耶。就你要玩这一招，你就要演到底。你怎么会还在那边？我们秘书长好像很积极耶。你看总统府公布我们肯定黄健庭秘书长这个积极的这个联系。那我跟你讲，现在蓝军朱立伦的作为会让赵少康先生口中那一群战斗蓝都不想投票。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你还跟人家碰什么面？对啊，就是。不过一个是大海啦，一个是漱口杯。我在跟你谈国安国际形势，然后你在跟我谈伪造文书的问题。对，你在跟我谈伪造文书。不是，因为你要知道，你是国民党的代表人，你是国民党的主席，你的31席立委，不管最后投票第一阶段多少个人，那
你的支持者要怎么去投这张票？当然跟党主席的风格有关。你有没有办法感动人心嘛？像比如说罢韩，我们讲以前的一些什么罢韩什么罢免什么黄国昌或者罢免谁都会有。如果今天政党最后介入的时候，比如说那时候蔡英文那个时候，他也想说，我们要全力去鼓动我们的党员下动员令，去全力动员。最后到最后阶段，那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政党跟这个议题绑在一起了。那我就问一个道理，到时候不管7月几号，7月底或是8月初要投票，朱立伦下动员令，大家都投票，然后大家想说，你动员令有屁用？不是，到时候可能赵少康、韩国瑜这个蒋万安有用，蒋万安、卢秀燕的动员令可能比你有用。那你这个主席就会变得，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说，他有一点前后的那个态度就是一直变，一直变。整个战略，问题是以霸制霸战略是你定的啊。你总要为你定出的以霸制霸这个战略，向社会最后衍生出的司法案件道歉。你就强调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他们这些不孝的党工，我们也会把他来做党纪的处分。是不孝党工啊，居然还不给这个劳基法规定的时薪。对不对？还一份只有2块钱、3块钱，我说，如果你今天不打孩子给别人看，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政党就是纵容这种文化，这种造假的文化变成是你政党的主流的时候，很多你即便深蓝都去投票，很多中间选民对蓝军原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感的，看到这个事件，我要怎么教小朋友？我要怎么教下一代？你们是一群爱造假的。然后为了达到你的政治斗争手段，会去用这种非法手段来去达成你的目标的，我要怎么相信你？我要怎么去支持你口中要反恶霸的那31个乃至于20多个的国民党立委？那这一群人他们就无感了，而你动员的能量就会降低。OK， 所以我们在这边苦口婆心讲很多次了啦，我们都一直奉劝朱主席就把这个战场清理。那就算你道歉又怎么样呢？昨天那段话讲，你这句话讲得对，道歉到底会怎么样？一定是因为道歉会产生什么不可知、恐怖的后果，所以打死不能道歉。我们一直在找到底是后面有个恐龙，还是有个什么，就一定不能开口道歉。因为我觉得昨天他讲那段也没有错啊，就是说，对啊，我们不容许什么错假伪什么什么的，好，就是本来就不应该抄假，对，错伪抄假本来就不应该做啊。那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深感遗憾。身为一个领导人，身为这个党领导人，就顺着往下讲。我要向社会表达这个抱歉，但是我们绝对不允许他再发生。就这样过去了嘛。不是就这样顺下去吗？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你有反省的能力了。所以有人讲说，你要先反省。他讲党内，他讲霸团，反而讲霸团，所以会认为他有道歉的诚意吗？不是，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攻击是最好的防守。是。可是当你今天你在玩的，如果你今天都100分，你的道德指数都100分，你才有办法去指控别人犯法嘛。当你今天你已经犯法了，你说你也是，为什么人家也没戴安全帽，你为什么不去抓他？那种感觉，那我讲一般民众只觉得你在耍赖而已。这个就很负面了，这个观感就是负面。杨明刚刚讲的这一段，伟豪，第一个态度的展现，我们在节目每次都讲，很多事情都是一个态度的展现的问题。好，那刚才讲的态度展现，第二个，你可不可以仔细想想，到底是什么理由，就是不能道歉？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啦，你看看可不可以？那个说法就是同仇敌忾的这种战争的过程。是要集气，要把所有的人同仇敌忾，就面对着。所以为什么国民党现在言必不称霸团，一定说都是民进党或赖清德主席指使所有这一段要开始做，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假想敌，打所有的人的怨气出在同一个地方。这如果有道歉，那就泄气了嘛，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气集在一起。有人是这样讲，所以绝对不能道歉。甚或上次是谁？是小平还是谁在这说？你不要讲，因为赖其清代理主委是有讲说，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的地方，国民党应该深自检讨。小平那天在这还讲说，你不要讲，他讲这一段，搞不好还有一些深蓝的人是出来讲说，你凭什么道歉？你们为什么要道歉？到底为什么？对，小平那天也是这样，有说他们有人会这样讲。我说我们为什么？我一开始讲的是说拿蔡英文跟赖清德来比。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政党的重大危机，比这个可能严重还更多，而且那时候都要面临大选了。可是他们用这种方法，最后政权还在谁手上？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为什么好？另外这2个问题了嘛，你帮我解读一下。第三个就是
但黄国昌有出来声援啊，包括黄旅这些啊，对，他有讲他从来没有看过有伪造文书办成是这个样，是这样干的。这个我先来讲朱立伦他会怎么为什么会做这个决策啊？依我对大头他们的思维啊，就江青林他们的思维啦，他们知道的事情一定比我们更多啊，因为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嘛啊，我们也没有下指挥，我们都是看新闻看报纸的。好，他们在你要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知道的比我们更多，所以他们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跨度。比如，当我们认为这已经很严重了，要道歉了吧，他们的心中想的是。第一，这还没完呢，哦，后面还有好几个嘞，有的原住民的还是中央党部的人呢，每次一直出来道歉，不如包成最后一包，统一道歉，那可能选完嘞，对，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因为他也不知道人家起诉这样，因为你就会变成说，好，我今天为台北市党部道歉，隔一天我为宜兰县党部道歉。然后下个礼拜我为新北市，你可以一次道歉完啊，可是针对所有这些后续还有那个都一样啊。对，但理论上是这样子，可是对于有鸵鸟心态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说，要不要等收集齐了再说？再来就是重点在于说，起诉的它其实不是代表案情告一定程度。像我们刚才前面还在讨论，黄旅是不是真的那么样的无辜？国民党。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台北市党部人都愿意相信黄旅，但是朱立伦会不会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们透过其他的媒体或是一些相关党部的人等，他们知道一些案情的细节。这些细节呢，可能还是会指向黄旅。OK， 所以他就会面临一个：我今天道歉是为了党工抄写道歉，还是我要包更大的道歉？我要包到426的时候，我出来挺黄旅。4月初的时候，我去北院北检在那边围啊，甚至连蒋万安都在那边被举牌啊，大家都忘了哈。这些事情我要一起包的道歉，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当初带领大家耗费这么多资源，把各位从中南部载上来，这件事情我们错了，我们判断错了，要道歉这么大一包吗？因为朱立伦的讲话还只是什么，就错假啦、抄啦。这一些还是只是基层党工哦。为什么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把朱立伦这个讲完整呢？错假抄伪啊，对。那重点就是在于他讲的也没什么人会觉得说真的会这刹住了。好，那这个是第一趴前面趴的部分，就朱立伦他可能会有这些考量，就事情还没有完结，还有一些会爆的，他总不能自己爆吧，啊，所以这个他就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先把它担着。那他们其实。讲的我讲的这不是顾左右而言他，这直接言他，就是我被骂了，我直接讲他也是啊，直接言他。这个方法有没有用呢？其实从去年的柯文哲案以来啦，至少在深色族群是有用，小草相信嘛，那其实国民党，我其实在前几天都已经讲了，接下来的战术可能就是学黄国昌啊，完全没有金流，国民党还是要主张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完全至少党本身没有抄袭，好。那当然，他就是变成霸团在抄袭。所谓的霸团，虽然跟党工、自工有98.7%像，但是他们还是尝试去做这个切割。只是这样子的论述能不能撑得下去，牵涉到一个关键：黄国昌要不要进来？黄国昌如果进来的话，他会把同样能够接受这种逻辑的人带进来。黄国昌发言讲的那段话，算不算黄国昌进来了？我没有看过伪造文书案办成这个样子，他是指黄旅这一块讲这些。当他讲这个时候，代不代表他已经要把白银或小草这些所有的支持者带进这个战场？现在这个还不能讲说有直接带进来，但他至少传达一个善意，说我还愿意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也觉得黄旅蓄押不合理，但是呢，要让他言之成理，马上会面临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一开始黄旅刚开始被压的时候，国民党动作这么大，但是在他接押庭的时候，没有什么具体动作，没有看到抗争行为，这跟民众党玩法不一样哦。民众党到现在都还有小草在土城哦，都还有小草在开庭的时候都还是有小岛去，策略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黄国昌可能想要看到是你到底有没有长期抗战的信心，你有长期抗战信心，那我们进来。但重点就是说黄国昌进来，其实国民党会不会怕的，也是会怕的啦，因为。大家已经不是在讲3阶段的事情，都已经在讲4阶段的事情，所以黄国昌进来，他带援兵来援助朱立伦这件事情，朱立伦也会怕啊。你今天来挺我，感觉好像党内同志都不太挺了，变你来挺我，我是不是要share一些东西给你？补选我要让几区，接下来我会有跟你更多的互动。这些反罢免的活动，黄国昌的人要进来，民众党的人要上台。
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相关的逻辑操作我觉得真的国民党，以我对他们了解，对朱立伦，他们真的这个一定都想过一轮，但是想过一轮之后，结论是什么都没有做出来，然后就会大家看到就是现在大家有点尴尬，所以国民党人都你看我，我看你，所以要道歉吗？还是说要检讨？我可以讲说要检讨吗？我讲检讨不是指要道歉哦，他们都还字句斟酌成这样，我觉得这就是很标准的党中央势能，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了。就是我有去问国民党被罢免了，但是你的策略是什么？他说谢国梁花了那么多钱，动员这么多人，他不同意票冲出来多少？27%。他已经这么努力，他冲27%。台北市现在有一些人民调做出来。他的同意票可能是直逼30%，这应该不会像韩国瑜40%。所以如果党跟不上，这真的会造成信心的溃散。OK。但是不管怎么讲，现在你看到大家已经各自都已经成政嘛，民进党。接下来我看媒体上所有的报道，除了党中央已经直接讲说，好，民进党要全力什么加入战场，然后全力主导这些，然后甚或开始。包括跟所有的罢团之间所有的活动连线，国民党这个地方是从这个礼拜六621嘛，然后战斗栏要办，然后说要有10000人，然后包括所有的来讲的那些名嘴全部都在这，中间除了大规模的这个对垒以外，各自之间包括每一个立委，你可以看到现在大概各自好，所谓我们挑几个，中间尤其小心这个选区。有2个选区是大概这次国内所有的这一次大罢免里面最被重视的2个，一个是驿站迁了户籍去的花莲，一个就是巧心这个选区。今天巧心在媒体上有讲说，他是被绿营围剿，绿营围剿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年轻人知道，国民党里面年轻人没有办法出头，因为巧心是国民党年轻一辈，算是佼佼者啦，所有这些，那所有这些包括媒体上讲说，他跟曹兴诚之间。真的会举行辩论，大家会直接去让大家看到，因为本来就是会在要投票以前会有领衔人跟被罢免人之间的辩论，但看起来不是单纯那个，是他们之间会看一个大家看到真正就开始进行这样你来我往辩论，真的要那巧心那一区现在已经打到这个样子了吗？中选会举办的辩论呢，叫合各言而至啊，你讲几分钟，你讲几分钟哈，所以那个没有精彩度哈。那我想曹兴诚跟徐雅欣都是口才辩己之人，我觉得就算是看热闹也好，也很多人会想看他们辩论吧啊，大家就来辩一场嘛。这我想曹兴诚也不会想闪躲了哈。那巧心当然是国民党新生代的代表人哈，他没有家，他不是正2代，他也不是富2代哦，这在国民党的过去真的是蛮少见的哈，就他就是普2代哈，或者是过去民进党说的幕僚世代。他没有家，他不是正2代，他也不是富2代哦，这在国民党的过去真的是蛮少见的哈，就他就是普2代哈，或者是过去民进党说的幕僚世代，那这样能够在这么短的进程啊，第一次选就当议员，然后第2届完就出来选立委，确实是很少见的一个代表人物啊哈。但我一直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啊，其实过去小新在议会的时候，他跟绿的互动是不错的啊，譬如说他跟高嘉瑜啊，他跟黄捷啊，都互动得很好，同台上节目，甚至一起演舞台剧什么的啊，我都有看过他们2个去视网膜的这个节目啊。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民进党把他当作最大的仇人，或者是最围剿的对象？从他选上立委之后啊。那包括说，连他我每次都要很认真去厘清那个亲属关系。他先生的太太的老公，对，好，他先生大姑，对，他先生的他先生的姐姐的老公啊，你看这么远的关系涉入诈骗案件，还可以牵到徐巧芯坚持说也有徐巧芯的角色，到一连串到今天把他炒成罢免2委里面仇恨值最高。我也有思考过到底原因是什么啊，包括叶元之过去。国民党内很多人就说，你一天到晚在上这个特定比较绿色色彩的媒体，可是叶元之也是这一次仇恨值很高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到底为什么呢？过去互动都不错啊，为什么？因为到底为什么哈？我觉得可能是跟巧芯后来战斗力很强这件事是有关系的，他揭发了很多这个不管是弊案也好，爆料也好哈，那
可能因此被民进党视为这个头号战犯，头号战犯啊。那民进党的支持者也特别讨厌他啊，因为就觉得说你一天到晚都在骂我们，所以这样的炒作就容易起来容易起来哦。所以我觉得，可是我以前就说过，巧芯的特质是民进党的仇恨值高，但是国民党的支持度高，所以他那个选区第一个投票率一定冲得起来，对。然后第二个，他的支持者也一定冲得起来哦。刚刚讲到谢国良市长的案例哦，其实坦白说，谢国良市长不是只是不同意票大过同意票，他连第一阶的25%门槛都没有到哦。可是说真的，罢团已经把所有能吹的票都吹出来了，因为出来投罢免谢国良的是蔡适应得票的90%，所以也就是绿的都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选举到最后其实还是科学的啦大家除了算炒作情绪是为了积投票率，但最终的投票率你还是要换算成实际的选票所以刚刚说，现在民调怎么样？跟当时谢国良的那是不一样的状况因为你要算上投票率会出来投票的。然后，可是我们的25%门槛是选举人数，哪怕你已经在家里无法动弹的老伯伯90几岁、100岁，他也是一个合格的选举人，所以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精算过了我们都精算过了内湖南港的罢免门槛最困难 ，OK， 因为他的选举人数莫名其妙的比别的地方都高了5万到7万票，所以他的25%就会很高嘛。那松信确实是比较危险 ，OK， 因为他的选举人数我记得只有23万吧，比我们内湖南港少了7万票所以你的罢免门槛就少2万那所以这方面确实是巧芯可能要拼的就是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把他的不同意票通通吹出来，对，一票，对，因为他要过25%是比较容易的，可是所以他只能面对第二个选择，把不同意票通通冲出来 ，OK。可以想象得出来吧，明宇这一席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个精彩度吧？对，大概是热战到国内因为你可以想象巧芯的知名度、他的流量，曹兴诚先生的知名度，包括他的流量，如果两个人真的直接这样对垒，刚才讲到这大概是热战中的热战，可是巧芯为什么直接他自己跳出来就讲，他就是民进党围剿的主轴，某种程度就是刚才苏慧有讲，因为这样子国民党本来支持挺他的铁杆就比较多，对，会更集中，这就是巧芯现在的策略就是这样了。确实啊，你从各项民调，或是说从罢团交的当时的份数，它其实都是他160几吧，160%几，对啊，都第一名吧，还是反正前3名，前三名啊，对，所以他已经没有这个冷战的空间了。但是你可以看前几天我们有台做的那个民调嘛，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区啊，其实国民党的敌人都在本能寺。对，比如说你像赖士葆那一区他的敌人可能也是在本能寺。然后这个徐小新那一区也算啊，因为最近大家还是会一直去做费鸿泰的文章嘛，比如说问费鸿泰怎么样啦，不是还讲说费鸿泰最近还在这个拜票，不一定是拜票啦，就是有在邻里走动啦，然后还去跑步啊，练身体什么的。所以当时这个徐小新在党内厮杀，也会造成他包括他跟秦慧珠啦，然后包括跟这个费鸿泰啦，所以很多区你说像赖士葆党内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罢掉赖士葆没关系，反正还是有新的国民党年轻人可以上嘛，好，那包括什么李博毅啦，包括徐宏庭啦，虽然李博毅、徐宏庭他们这些不爱听啦，但是事实上状况就是这样嘛。那你说李彦秀，大家也会做，比如说做赎回的文章，做明显的文章，然后甚至做却没杀的文章，所以都会有一样的，各区都有一样的状况了。那徐小新确实他现在已经没有冷却的本钱，那我觉得他邀曹兴诚辩论吗？因为今天媒体这样讲，他就直接跟曹兴诚是他裸战因为曹兴诚是要递战帖，是邀赵少康跟傅崐萁。对，那因为曹兴诚又是徐小新这一区的领衔人，所以当然徐小新就希望可以跟他公开辩论。但是有一个出来插花的叫做李孝亮，李孝亮说他要这个，如果辩论可以成的话，他要捐30碗的欧阿米耍。我当时以为是30万，后来是30碗。就谢谢你，不要我自己买。对，而且他自己会吃掉1碗，因为他是要带大家一起吃。30碗，对，还有孝亮就是一个普通年轻人嘛，你不能期待他说要捐3万碗。3万，我听成30万或者30碗啊。好了，那当然大家就是
因为徐小新他因为我刚刚讲了嘛，因为曹兴诚的重点是在傅昆萁跟赵少康，那徐小新当然跳出来嘛，因为你要罢免我当然希望跟你对的呀，可是。但是他选的频道很奇怪，他就选了一个不演了新闻台。那这个第一个当然是对，就是说那个不演了，长期就是对蓝军比较友善。对，那所以当然大家会觉得说曹兴诚你就当然不用去啊，因为第一个本来我们就有公办，但是公办就很无聊啦，就合各言而至啦。政见发表而已，就政见发表啦。你也虽然美其名叫辩论，但是其实就是政见发表会。你为什么要罢我？为什么要罢你？就是没有什么交锋嘛。那如果说真的要辩论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找个电视台，比如说来5哥这里啊，也可以啊。对，就这种就是公开辩论了。OK， 可是刚讲到除了李孝亮，赖以任这里有去帮小新举牌嘛？对不对？这个就现在小新也变成所有的人，大家要不要说蹭热度吧，就是所有的人要抢救吗？叫抢救吗？他要抢救啊！对，他要抢救就蹭热度啦，蹭流量，不然来我们傅昆萁这边没有流量，他才不要了。我来说明一下，其实最近小新的新闻多不多？还蛮多的。对，一个接着一个，虽然都很破碎，大家也知道，哎呦，那个广告的争议事件啊，哎呦，违建的争议事件，整个礼拜都是满的哦。从礼拜周末一路满到又说。刚刚讲了嘛，要去这个不演的新闻台来约战嘛啊，有，就是你就不要在我们国民党部前面那边做什么秀啦，那直接来约战啊。好，都是这些很破碎的。那当然，大家看到的重点是在中文市场的这个拜票，是赖以任在帮巧芯助讲。赖以任现在的咖位有够了嘛，你是全国知名的嘛哈。好，但重点是你所有人都会立刻问一件事情，就是对他可以让巧芯的新闻上去，可是。能够让巧芯的不同意票出来吗？或者是不同意票出来的同时，同意票也出来呢？你可以注意像违建事件，他的同意票、不同意票都可能会有击到。OK， 广告看板压上去的事件，你会说，好像两边的新闻曝光都拉起来了，让这徐巧芯成为新闻上最亮眼的一个被罢免者，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 ？OK， 像赖以任现场讲，根本听到没几个照片拍出来，然后就小心你要跟那个抄文件的那个被告抄名册被告一起同来吗？这种话丢出去，当然讨厌他的不会更讨厌，但会知道，罢免在走，巧芯被罢，然后状况很危急，他变成核心的焦点。OK， 那这就牵涉到从刚刚那个苏慧他一路讲过来的，大家都在冲投票率。到现在像他那一区，如果是特别要冲投票率的话。用这种方法冲下去，会不会两边都起来？两边都起来，会不会形成一种旗手的效果？整个台北市都热起来。对，台北市热起来，会不会带动新北也热起来？因为新北他们现在也是很困扰啊。就我了解，赖清德好像有下军令啦，就是像那个廖先祥那区。是赖清德本命区，这有金3万里嘛，本命区的话是不是要冲？可是怎么冲？没有那个焦点。可是如果台北市这边热起来，徐巧芯这边热起来，战得很激烈，大家往他身上靠，一靠就会有新闻效果。那后续就很难讲。可是我也觉得蛮奇怪，我当然知道那个咖，希望热起来，你们一定希望热这样，我们一定希望热起来，希望热。可是你们找的咖很怪，譬如说你们621要找馆长，然后对。你有什么？对啊，他哪里不热？人家线上40万，对啊。我在期待巧芯跟曹兴诚的辩论线上也有40万。因为他们找了一些，因为其实这次要罢免，你这个馆长是争议性的问题，不止啦。你看他找郑丽文，就是说这次为什么要罢免蓝委？那当然就是说公民团体啦，好，你就算绿营支持者，他们就是主张说你就是因为太亲共了嘛，很红啊。那你又找了郑丽文，然后又找了馆长，那不是刚好你最好站在王宏威旁边。然后就直接把红桶这个贴到脸上，不是很怪吗？对，我觉得这个就从这样就可以接到之前上个礼拜的馆长的中国行。馆长中国行几乎是大家都热进，绿的喜欢看看他那有什么笑话嘛，蓝的也喜欢看啊。所以馆长去到那边明明就没事嘛。那重点就是在于说，这种大家都喜欢看的东西，好像大家都觉得这应该做，可是这真的是应该做吗？绿营如果看的就是用负面的观感去看，我认为罢免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是孤独在战斗，被罢免那个人，因为你是在跟空气搏斗，你没有对手，
所以当两边一拱起来的时候，到底对你是不是好处，这真的要仔细。可是一下好，你因为你身有两个好，我们第一个先讲，因为刚好这个礼拜大家在看到有一则新闻，就是海鲲号海事，没错。因为讲到海鲲号海事，就有人一定会把巧芯那时候在立法院讲那话拿出来。那巧芯也有针对这个出来讲，那海事他要讲，当然海事啊，那个好的开始啊，但不代表海事就一定成功。可是这些词对他来讲的话，那对未来的这个罢免氛围影响是什么？好，那不要讲说呢，因为这些都跟包括两岸之间像陈玉珍的事啦，或者什么。可是花莲这一起，因为你的户籍在花莲，前2天有一则新闻，等一下姚明可不可以解读一下？有一则新闻说，国民党内部里面讲，因为傅崑萁。那虽然这次仇恨值高一直被打降，但是胜算还有，所以傅崑萁是不是能够多吸收一些炮火，然后能够让同党其他的同志能够让他降低一些其他人的压力？不是我觉得我那天在讨论这个时候讲。你们有没有人问过傅崑萁啊？就我为什么要当那个草人来射箭？擒贼先擒王啊！哦，那是绿营的说法，那个新闻是说是蓝营放出来的、啊。来，我觉得都会型的选战跟乡村型的选战还是不一样。花莲那么大的地方，一堆那种山郊野外啊，骑好几公里都不见人的地方，都只有狗没有人的地方，你说要打成流量很高，像徐小新这样是不一样的。所以徐小新跟傅崑萁的选战打法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要蹭流量，一定去蹭徐小新嘛。要讲赖以任啊，赖以任是傅崑萁的前助理啊，难怪他会换工作啊，他是需要流量的男人，他一定要去蹭徐小新嘛。不要我要跟赖以任讲。啊，那个621李孝亮可以上台，你不能上台，你只能当举牌工啊，赖任啊，你要跟中央党部抗议一下，为什么北东领衔人啊，你还召集人他领衔人，为什么你不能上台？李孝亮可以上台嘛？回过头来讲，徐小新扶起来这件事情嘛，因为扶起来那个实在是太经典的画面。说这个徐小新有没有错？一个立委要冻结预算啊，你主张说潜舰如果经过海测、经过扶起来的时候，我再拨补其他预算。这个讲法，其实大家理性来讲都可以听得下去哦。即使有些人反对说啊，潜舰不应该说冻结他预算，应该一次拨补给他，让他可以及早的去做其他的相关的预算的运用嘛。这有2种不同意见，但是你只要做一个立委，你好好讲就好。你扶起来，扶起来。有2种不同意见，但是你只要做一个立委，你好好讲就好。你扶起来，扶起来，我就不相信你们的潜舰。问题来了，他讲了你们的潜舰的时候，他代表什么？这不是你们的潜舰呐，这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潜舰呐。你身为中华民国台湾的立法委员，你应该说我们的潜舰扶起来，我再给你钱嘛。怎么会讲你们的潜舰？所以他心态上面就觉得这个是民进党的啦，我就要给他冻结才会得到他的支持者的欢迎嘛。所以他用这样子的言语上面去冲高自己的流量的本身，其实他的负面的仇恨值就会出来嘛。这是小新最大的问题。小新第2个问题啊，你潜舰冻结就冻结了，我大罢免为什么治百命？要解冻了，解冻国防部要跟你报告的时候，当然委员会过就可以过啦。但是当初提冻结案的是你嘛，你应该在现场，你今天所有对于媒体的言论，应该在委员会里面说一次嘛。扶起来不代表成功啊！你应该在委员会说啊，为什么解冻案的时候你没有在现场？你没有在现场，人家要报告给你听，你的冻结条件我要报告给你听的时候，你却不在现场。那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你只会在外面讲说扶起来就算成功了吗？这个刚好，为什么今天国防部还特别去说了一个声明稿，说什么？因为网络上已经大量传播海鲲号上面有一个凹洞哦。这个凹洞是凸吧？凸出来，反正是凹凸不平的地方，就特别给它标示出来。你看我们台湾的潜舰，尤其小粉红最爱贴，台湾的潜舰就是这样拼拼凑凑出来的啦，就不是一个优质的潜舰啦，就开始唱衰我们的国军嘛。所以徐小新的说法是不是呼应了这些人的说法？而为什么海鲲号国防部今天要特别说它那个部分呢？凸起处为侧距声呐，它就是声呐的一部分嘛。不懂就不懂，你们不要在那边讲什么凹凸不平，
这些事情都会让所有在松信地区，我在松信地区有很多老兵，支持废老的老兵哦，所以徐小新的这些说法都会害到他自己未来在松信地区的投票率的问题嘛。你不只是催出绿营或者是罢团的投票率，你还压抑了本来这些地区所谓老兵、废老支持费鸿泰也好，这些老兵的投票率嘛，这些东西都是徐小新自己要去思考的。那傅崐萁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傅崐萁。其他国民党立委，其实我们常常在提的，这次大罢免就是傅崐萁所造成的嘛。开议，韩国瑜最喜欢讲啊，做不到1年就要给人家罢免，没错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立委做不到半年、5个月就带团到对岸去见王沪宁的嘛，那个就是傅崐萁嘛。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立委在第一会期就在扩权案嘛，也没有看到。立委做了不到1年就开始删所有国家预算嘛，这些立委他们在去年1年的表现，才导致这些今天大罢免的原因，而首犯就是傅崐萁，而傅崐萁的问题，国民党切割得掉吗？我们一直呼吁国民党要切割啊，朱立伦开除党籍啊，到现在有没有开除党籍？这些立委也不要逃，你们都是党团成员，有一个比开除党籍更简单的，马上开党团会议啊。把傅崐萁的总召拔下来啊！哪一个国民党的立委现在面临罢免的立委敢做这件事？不敢做这件事情，就不要在媒体放话说让傅崐萁去吸这些仇恨值，因为这些仇恨值都已经被傅崐萁扩散病毒啊！扩散到所有立委身上。姚明，一个就刚才那个新闻，就会讲傅崐萁如果看那则新闻，会不会觉得说是怎样？现在我就是草船借箭的那个草人，是要这个样？而且重点是那样子能够降得掉其他人的压力吗？然后你也看得到，其实这一次摆明了看得出来，民进党主攻花莲这一块。包括秘书长那林右昌是直接花莲督军，包括这2天你看到很多媒体上面，然后讲说什么他们在主打一个就是什么放生灾民啊，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的文宣，所以他们的救援百分，傅崐萁也没有闲着，傅崐萁去找，因为大家很熟那个李来希。那个时候就是在讲军公教那个所有的这些退休金的时候，还会找他。那李来希也感受诚意，讲说那希望大家再给国民党一次机会啊，类似这些。所以显然大家攻防之间都各自在找这样的战场，但有一个人，郑正乾为什么最近浮上台面，变成最夯的一个？为什么？那个我们一个一个来哈，先从这个傅崐萁他吸炮火这个事情哦，我们如果还记得有一个口号，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傅崐萁。这个其实很早，他们是这个罢团就已经在打了哦，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立委如果还误判说哦，感谢傅崐萁大大帮我们挡炮火，不是那个炮火会席卷所有，那是空战的部分。那个空战不在于说，因为我必须说，现在罢免嘛有一个麻烦点，就是在于说，我们史无前例的是全国性的，那全国性的罢免会有一个状况，就是通常如果只有一个选区的罢免。返乡投票的几率是低的可是呢，当你是全国性的时候，哦，比如说在台北读书的，对，哦，可是他是花莲的乡亲的小朋友，哦，他要不要回去投这张票？虽然那个时候是暑假，或者说在台北工作的北漂的，哦，他要不要回去投这张票？这个是要花成本的，是啊，我要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愿意拿这张票？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或是爱傅崐萁到什么程度，我才愿意回去支持他。好，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今天这个傅崐萁这个效应起来的话，那对傅崐萁也不利啊，就本来傅崐萁这个选区，我必须说对罢团是艰困选区，本来是艰困，因为虽然他的联署可以拉到很高的这个标准，但是你要人真的去投这张票，尤其在花莲，我必须说蛮困难的，因为那个联署是各地都可以寄回去嘛，没错，对啊，没错，所以我说，当你这个要化为这个所谓实际的选票的时候，它是有难度的，是，可是呢，当今天你说啊，感谢傅大大帮我们这个挡枪。最后那个空战的效应是有可能导致真的很多人返乡去投那张票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到时候不管哪一天投票，因为还不知道哪一天，对，如果前一天你看到那个台北或哪边的车站满满都是年轻人的时候，国民党我们讲那时候可能就是上中的乡亲，所以我说大家不要去有侥幸性，不是说这个谁可以挡枪的问题，是现在就是大家是生命共同体，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陆战的部分。刚刚讲是空战，就是说打傅崐萁那个叫空战。
陆战的部分就各地的立委，比如说刚刚讲到说徐小新哦，他的仇恨值是属于空战的部分，可是你说在地的选民真的有这么恨徐小新吗？因为徐小新会在地服务的。同样的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刚这个小玉姐她讲到说，在地方有一些这种内部的恩怨怨。换个角度，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徐小新被罢免成功了，他明年投入议员选举，谁倒霉？就是那一区的，就你们那些要跟他选议员的，是啊，你们全部倒霉，因为这个吸票机少说4万票，到时候你们谁会是吊车尾，谁倒霉？所以我必须说，这个东西都没有绝对的。可是最后那个郑正钱这一块哦，当然新竹现在是一个这个双霸嘛，对，因为是市长加立委，那一方面这个林志杰这个霸团这边指控他哦什么通匪啊，什么吹哨，那个我觉得让司法去厘清啦，因为讲的案情我必须说，这个还是得要有具体事证是啊。可是呢，像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霸团到底多少份数这个因为朱立伦他那个一个很重要说我们有掌握情资，有上万份的这个错假抄什么伪啊？这个东西讲对了，错假抄伪啊，上万份啊，这种能查对，这个是官方的作业啦。我觉得现在不需要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攻防。不过郑正钱这个我觉得是知识体大，因为我前几天有跟那个志杰老师同台就是我有问的比较详细一点，他那个是吹哨者来直接跟他爆料啊，那个人看起来他是郑正钱从他选举一直到他这个跟他一直进立委办公室的助理，跟了他1年多。那郑正钱手机很多支，他可以把郑正钱3支手机的号码全部都讲出来，好，然后而且他是经手郑正钱手机的人。那当然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啦，譬如说我们的手机怎么可能打给助理叫他帮他传？可是那个爆料的人他是直接拿郑正钱的手机，因为他说郑正钱个性就有点普龙宫，他是把手机直接拿给那个助理，然后那个助理亲眼看到，就是说有传给国台办，而且是谁的名字。国台办谁，他都全部都讲出来。小玉刚讲那段，当然因为郑正钱也有回应，他讲说那些都子虚乌有。那虽然讲墨宝，其他的说是子虚乌有，因为反正林教授也已经直接去提告了嘛，是就看最后那法院地检署在查办到底过程是怎么样。但若芳，你跟王宏威委员是同一个选区，中山嘛，中山是王宏威委员选区。对。最近王宏威委员从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可能为了一些法案的问题，他跟傅昆萁那些什么就是是不是有那个摔那个飘下去？对，飘下去。对。然后最近又是吴宗宪委员在媒体受访的时候，然后走过来也引起大家这么讲，意思是说，压力是不是真的很大？在你们那一区里头，你自己的感受，在那个地方的那所有的一些的氛围，包括王宏威委员，因为那也是蒋万安的本命区啊。对，所以那个本命区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大家只要讲到本命区，就像刚才那个伟航老师讲，戏只是赖清德本命区，然后这一区是蒋万安本命区，所以一定都是重中之重啊。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在自己地方上跑的时候，其实民意代表对于选民的热情程度，其实是很能够直接感受到的。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中山跟北松山这个选区来讲，从一开始变成单一选区2票制小选区的时候，一直都是国民党选上，所以这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艰困选区。OK， 那虽然你说中山区看起来好像是一半一半，对，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北松山，但是北松山比较蓝嘛，北松山比较蓝。那中山大概在这几年的总统大选上面来说，它的蓝绿比大概都是5比5，一半一半。可是你去光我们自己在跑最近的母亲节，已经开始2阶之后了。其实从第1阶开始，那个热度其实开始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去跑行程，民众就会说哪里可以签。但是到2阶开始联署之后，然后到2阶送件完之后，其实你去走，包含母亲节，包含端午节，其实我都一直在讲，我们去跑地方的时候，其实民众他会直接对于王宏威的表现，亦或是他对于王宏威这个人的反感，他会直接的表现出来。不只是对我们表现。他有时候就像有些民众看到我就会说，王宏威哪不来？来我就该抢。吓我一跳。他问你王宏威为什么没来？对，他问我，你问我，你是问刘淑慧啊？你问我，他问没有？选民就问我说，王宏威为什么没有来？我也想说，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他说哪公来我底下蛋你然后就说他一定要来，要呛他，一定要骂他，然后甚至有的也会当面直接骂他，有的会就是王宏威在旁边，然后他就会讲得很大声说，哎呦。这个被他握到手，真的要去这一盖啦，要去拜拜啦，不会，所以他们就是直接很明确的对着王宏威会
说出他们对他的不满，甚至也会直接跟他讲说，我就是要罢免你，你表现的真的实在太不好了。那这样，我觉得，当你如果只有一场偶尔，那其实还好。但是你如果说连续这样跑下来，连续的，譬如说1、2场、2、3场这样下来，可能都有1、2个这样子对一个民意代表表达他要罢免你的这个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身为民意代表，我们自己如果是我们都会感受到那个压力，就是以前的氛围跟现在的氛围是很明显的不一样。可能以前我不喜欢你，我没投你，我不会对你有这样的态度。可是，但现在是一个很显性的一个态度，我就直接对你。所以你说，你看他从一开始来啊，我没在怕，但是你看他开始在跑地方的时候，这个热度开始起来，到2阶联署，我们联署王宏威大好像是第3名吧，女性第2还是第3，其实是很高的。OK， 他的仇恨值仅次于徐巧芯之后一点点而已，所以他那个仇恨值跟选民对他的不喜欢程度是很显性出来。那他从我没在怕，然后在在他们在攻防的时候，在舞台上那样，不是在咨询台前面那边跳那一种画面，然后到后面他的一些言行举止，在网络上，比如说你说霸团，他们也会去剪辑。我觉得这都会让民众一直加深他对于王宏威，而且近期的表现，其实他都是很强硬的，或者是对于国家的态度是很不受台湾人所喜欢的。所以你说要重复昆萁这个，他讲了一句，我觉得蛮明确吧，就是他觉得扛不住了，快扛不住了。所以你说要重复昆萁这个，他讲了一句，我觉得蛮明确吧，就是他觉得扛不住了，快扛不住了。然后到这个其实有另外一个啦，网络上大家就说，区域立委就是比不分区还要大啦。其实立委没有分大小，可是如果在现实层面上面，区域立委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那不分区其实是靠政党提名的，那个讲话的力道程度，其实老实说是会不一样。就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在议会来讲，我们如果看到前面有人在受访，其实我们绕过去，一定会绕过去，因为你要么就在旁边等啦。对我来讲，我一定会绕过去，要不然就在旁边等，要不然就旁边等。但是就是这一个，而且走过去，你可以脸臭臭，或者你不讲话，你走过去也可以。但是他就直接很表达，就是说不要挡在走道上，好不好？然后，而且这个还是国民党的吴宗宪委员，他的脸超尴尬的，他的脸超尴尬，说哦不好意思，用这样的方式来所以。不过立法院的走廊哈，我想你也去过哈，有时候绕不过去，因为它跟议会不一样。立法院走廊大概就这么大，可是它其实有2头啦。对，因为像那天另外一头啊，那一天像因为那一天王一川自己有讲了，这是很小事啊，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他态度跟以前不一样啦。我们都说哈，选举哈，选到最后都会蓝绿之间都会很对立哈，那何况是罢免？因为罢免基本上就是仇恨动员嘛哈，所以从1月到现在哦。这个双方的支持者哈已经互相很情绪很高亢了，这可以理解。所以刚刚若芳说啊，每一个行程可能都有1、2个啊会呛虾，当然会啊，燕秀姐的也会啊，但是有7、8个跟他说加油，我们会出来的话，你也要算进去，加油比较少，加油比较少。那你都1、2个呛虾再加油，不就剩下0、1个哈？那我说在中山，因为说不定北松山没有关系哦，我们各自哈眼睛会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哈。对，各自会挑自己想看的去看哈。我必须要中肯的说，会有加油，也有会有呛虾，难免的哈。因为选到这里哦，大家互骂、互相批评，连他说这个走道不要挡在走道，都会被做2天的新闻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说，你说的小事会被无限放大，无限放大哦。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候选人来说一定有压力啊，但有压力不代表会恐惧，这是2回事。我选举也有压力呀，好，我们选举都有压力，但我们选举不代表会恐惧嘛，好，那本来就会有压力啊，何况是你每天像被高强度的检验，哦，这场罢免战真的是高强度的检验，尤其是台北市的几个高知名度的立委啊，他们如果走在路上，我跟他们讲的比较粗俗一点哈，如果你不小心哈放弃了哈，你的屁股放屁了，你都会被旁边人说，哈，你看王宏威没有公德心，当奸哈，做什么事？现在已经变成这荒谬到这种地步了嘛哈，一点点，像那一天燕秀姐在内湖办了一场问政说明会，蒋万安有来，
但我前面因为有录影，所以我跟燕秀姐说，我大概3点45到。可是蒋万安的表定时间就要3点半走。结果我气吁吁的赶到以后，我也马上跟现场的民众讲说，我前面因为在干嘛？好，结果结束以后就有这个特定媒体打来问我说，有民进党质疑说你是不是跟蒋万安不好，故意挑在他走之后才来？我想说，这个会不会也太见缝插针到一个极点了？我跟蒋万安好不好，跟李彦秀的问政说明会有什么关系？你好像就是在鸡蛋里非要挑出一个骨头出来啊！然后我就说，如果有民进党的公职人员真的无聊到这种地步去注意我们的时间的话，那就公开出来讲是谁。所以我没有要责怪什么，我是在说这场罢免到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知道火气都很大。当然，好，先是蓝委的每个人名字都被拿来做梗被骂哈，什么徐小新就变成什么什么黑心哈，然后燕秀姐的秀就变成说除秀，然后到这个南投说这个有福寿螺哈，大家都骂出一个高度跟创意了哈，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所有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战是黄章主席在立法院，然后质询那个法务部长的那个英党的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一路烧到，这现在看起来没完没了？没错，到底这个英党是真的或假的啊？真的话啊，律师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惩戒的问题嘛，因为在这个所谓的侦办中的案件里面的所谓的侦查的这个录音档，如果律师外流到不是因为在法庭审判里面的运用的话，其实你拿到外面用是不是适合？这个律师可能就有问题嘛。如果是假的，就有可能是伪造公文书的问题嘛。而且黄国昌在质询的最后面说他叫做示范带嘛，所以大家更质疑他是不是假的嘛。如果是假的，你是不是有伪造文书？甚至黄国昌在直播里面直接讲说，有啊，我就是会剪啊，他不是剪啊，我会操作这件事情啊，表示他在中间的过程来源我们不知道是真或假，但是事实上黄国昌是有经过黄国昌的加油添醋剪接出来的嘛，那你剪接出来了，来到所谓的立法院质询适不适合所以才被苗博雅说是剿伪犯2.0嘛，我都说剿伪犯加冲嘛，那剿伪犯加冲，你这个要让人家误以为是真的东西，在网络上都不跟你讲什么示范带了，在网络上全部都是曝光、郑明谦超荒威胁英党，2检恐吓式询问录音示范档公开，法务部郑明谦狂跳针，全部都在宣传你看原本的英党他没有写所谓的示范档我直接讲了，也不可能写示范档你也不应该称它为示范档。示范是有人委托你，你才可以做这个示范档我现在以后，我是不是如果我被抓到，我说我是示范档，那以后我拿伪钞去买东西的时候，说被抓到的时候说没有，我只是示范的看看，这个是示范的示范钞，可不可以买东西？可不可以这样？不行嘛。所以你这个示范档是因为郑明谦说你不可以这样放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丢出一个叫做示范档的一个方式嘛，而重点是在做造谣的传播嘛，因为不管是经过剪辑的，或者是后面变造的，跟原始的录音记录到底一不一致，我们就不知道。先不说里面的内容到底有没有恐吓的问题，因为说真的，即使有恐吓的问题，该提出来也是朱雅虎的律师该提出来也是朱雅虎本人那朱雅虎的律师有没有当场说他是恐吓？也有可能有，结果被你剪掉了嘛。所以这整个这叫做侦讯的一个技巧，被你拿来说是2检。那对于检察官来讲是情何以堪？我特别要指一个人传播谣言的还有谁？还有一个这个叫吴宗宪。他甚至不讲说示范档2检录音档曝光，郑明谦慌了，他直接把中天的录音档，在中天节目里面录音档直接放在他的 YT 频道里面，直接放在他 TikTok 频道里面，然后下面是他的吴宗宪的名字，请大家加入他的好友。这是吴宗宪的 YT， 这是吴宗宪的 TikTok。都在传播这个示范档的谣言，而且没有写说他是谣言，也没有写说他是示范档。吴宗宪立委，你做过检察官，你可以用一个没经过证实的录音档去污蔑你的检察官同事是2检吗？这个是吴宗宪自己要去面对他的检察官同事。OK， 但小玉，你说黄昌
黄山委员他当然他有讲说他到底犯了哪一段，他只是要厘清说告诉大家是不是有检察官是用不正的询问方式或什么。他说他讲这些东西只是要去凸显这件事，他到底犯了哪一段？那郑明谦部长后来讲，那是不是大家把那个要拿去送调查局，要不要去鉴定看看？整件事情烧到最后，他到底会烧出什么样的东西？包括那是黄章委员在媒体去访问的时候，他讲对啊。那个是他制作的，他讲的对，你怀疑啊，他制作的对，那有很难吗？然后制作出那个东西，他要凸显的这一块，可是显然这一块，你看到法务部是郑重其事的，还发了一个声明稿，对，去讲了很多这些东西。我觉得分很几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已经是用个案，因为虽然说他没有指名道姓说是谁，可是你可以听得出来，那录音档里面讲什么朱将军啊，对，那朱将军是谁？就朱雅虎嘛。对，那朱将军是谁？就朱雅虎嘛。那你这个到底是不是用个案？如果因为他播的是检察官哦，看起来是跟朱将军，那你这就是用立法委员的身份你去干涉个案了嘛？那第二个就是说他问话是很有点奸巧，因为他之前没有跟郑明天讲说我这个是示范带，对，他就直接后面最后讲，就郑明天很生气啊，就说你不可以在这个质询的过程当中，你去公布这个录音档案嘛，这个侦讯档案嘛，所以郑明天一直不让他播啊，后来在他硬要播完之后，那知识体大，他才想说，我这个是假的，我这是假的，好，但很有趣啊，现在基本上已经一半的人认为这个不是假的，觉得就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所以郑明天才要叫说你把这个音档就是要叫调查局去鉴定那个音档。那如果是真的话，那第一个，他就会牵连到，就是说柯文哲这个包括郑声源团队的这个律师团队嘛。那个一听我就知道是朱雅虎的声音。你觉得那是朱雅虎的声音？不是，我觉得那就是对，那除非他 AI 的真的很像，知识挺大了。对，除非他真的 AI 的很像。黄国昌讲的是他有做过剪辑啊。对，好，那你怎么会有这个音档呢？那所以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黄国昌你再讲下去，你真的就是越讲越夸张。他说因为他在镜头前面还讲说，我已经把整个朱雅虎的音档全部都听完了。然后张启凯还加码说他不只听了朱雅虎的音档，他把所有的音档都听完了，听了很多遍。就是他听了很多遍，而且他今天只先公布朱雅虎的。他说仔仔细细听了很多遍，对，而且他讲大家，你看他不是全部人都听到，现在就公开讲，你不是自证己罪吗？我就问你，这些音档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是讲了只有法官、检察官跟律师吗？那你们这些人讲这么多，杨明，你同意这样的一个质询方式吗？在立法院？这样讲啦，因为最近那个黄国昌有讲一个，就是说10年前，应该是14年前，2011年到2012年那一段时间，民间司改会有在立法院开过一系列恶检现行的记者会。那时候我在跑立法院，我去过。这些记者会，他们现场就是播放类似的有些是出庭开庭的影音有些是这种所谓的侦讯的影音啦。那我觉得因为立委质询使用，而且他也没有讲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还是说后置的，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目前还是一个谜啦。那只是说那个内容如果你看那个质询的过程第一时间黄国昌也没有讲说那是谁跟谁，他说你说恐吓，那我们来听他，你这个你觉得是不是恐吓？然后呢，那个听音档一播那个郑明谦这个侦讯光碟不能播然后他就说我没有说这是侦讯光碟。我先讲2012年播的那个是真的，对，2012年播的都是真的，没关系，我知道。然后后来我是说回顾那段质询后来郑明谦他当黄国昌说这个不是侦讯光碟，这是示范什么的，然后郑明谦说那我不清楚这是什么我想说奇怪，你一开始不是说侦讯光碟不能递，你感觉很熟这个档案，那是郑明谦也听过吗？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他在设一个局啊，就是他很想要你们拿真的来出来跟他对。好，我认为黄国昌是在设这个局，但是黄国昌有没有这个刑责？因为他自己说他放弃言论免责，他说这一段质询他放弃言论免责，其实本来也就没有，因为委员会没有言论免责权。那这个如果今天有相关刑责，我觉得司法就去告，就去办，该办就办。昨天也有立委告发嘛，那就去办。那到底他这个行为，他有违法的问题吗？我打个问号。
但是黄国昌有没有这个刑责？因为他自己说他放弃言论免责，他说这一段质询他放弃言论免责，其实本来也就没有，因为委员会没有言论免责权。那这个如果今天有相关刑责，我觉得司法就去告，就去办，该办就办。昨天也有立委告发嘛，那就去办。那到底他这个行为，他有违法的问题吗？我打个问号。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内容就是说侦讯的内容。黄国昌在其他的网络直播节目受访的时候讲过很多遍，他说检察官在侦讯的时候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他把它还原，只是那时候是他用口述，而这一次他用了一个音档。OK， 刚才讲到那个司改会那个案例哈，黄帝颖刚才跟我同台的时候有直接讲说他们是完整的播出，那完整的播出你就可以判定到底是不是二检嘛，而不是经过黄国昌自己说他会制造他会制作，所以他中间的过程有没有经过剪辑，我打一个问号。但是黄国昌要说来说明嘛，不然你就把所有完整的录音带播出来。第二个，他是说这些案件都是司法判决之后，不影响到司法判决的中立性的时候，他们才公开的，而不是现在柯文哲案还在审理当中的时候，甚至都还在交叉诘问的时候，你突然丢出这样的东西，而且网络上面大量的传播，难道没有影响到司法官司法公正性吗？我要来1分钟。这个我想其实今天大家的主要的爆点是在于说，他们原来当天的时候的我们暗中出宫嘛第一时间接受记者访问的说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讯问过程的光碟片，然后我们有看了，当时他们的口径都是这样子。但黄国昌在当现场质询的时候，他讲到后面他自己变了这个是示范带什么什么这样的资讯，那时候其他外面人都不知道，所以包括像张启凯他们的党部一开始处理的说这就是柯文哲的那个二检，然后请大家看看民进党居然在护航这样子的二检。好，所以到了现在黄国昌才要去修改说没有，这个是只是这个我自己去做的，自己去做，他现在也不讲示范了，这个是我做的。然后这个有台的平秀玲还问说这个是你怎么做？是找一个男生找一个女生去把它做出来，说这个我会这样子。这以我对他的电脑程式的理解绝对不可能，他绝对做不到，因为他身边那些技术人员我几乎都认识，所以现在就变得有点骑虎难下，是他难下。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收？我觉得搞不好会变成意外的破口。不过民众党内应该是有这样 AI 人才，因为他们之前都在柯文哲的脸书发布柯文哲的声音 AI 他在庭上说什么所以他们大概有这样的人才那个声音也真的是柯文哲的声音可是 AI 只是我不知道说，如果检察官的侦讯光碟最后都会完整的 copy 一份给法官、律师的话，那检察官知道有在录，也知道这之后会出去，那他还这样子问话，那这个检察官也有一点点完全不管自己的形象，这是我比较难以想象的了所以这个到底是 AI 或真实真实的话也应该没有违法了，因为侦查已经结束了，就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那如果 AI 的话，那就变成说它只是在模拟，就不能说这个是真有这个二检存在，因为他是在模拟那个剧情嘛，他应该是说如果这样应该是二检，而不是真实有二检存在这是两个不同的状况嘛。一个是真实的侦讯光碟，那应该也没有罪，因为应该都可以公开了然后只能说那个检察官明知道都在录了，他也这样子如果真的是像黄国昌委员说那是他模拟的，那就应该没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是反而是北检应该要出来说清楚，到底这真的有没有这一段。OK， 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一路发酵的结果，对未来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不止有没有针对个案的一些问题，或是国内整体的政治氛围的问题，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